我想通了，我就嫁给金圈太子爷谢晋吧。这谢晋5年前车祸截瘫，不仅双腿残疾，还不能人道。你确定？像我们这种家庭本就没有真爱，既然都是利益为上，当然要选择首富谢家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家里7个租住生，你一个都没看上。我培养他们20年，如今已经是各个领域的人才。20年前，我母亲去世，我伤心欲绝，不肯见人，直到父亲从孤儿院领了7个无父无母的男孩回来。不管你长大后嫁给他们哪个，未来都能和你一起掌管故事。我叫沈启年。虽然谢晋双腿残疾不能人道，好歹也是谢家唯一继承人。比起选择孤儿帮扶顾家，倒不如选择一个实力强劲的盟友。那沈启年呢？我以为你会选他。他？我撩拨沈启年上百次，却只换来他无数个鄙夷目光。我以为他对所有女人都冷心冷情，直到3天前。好聚好散，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。既然他们7个没有本事留住你的心，那也没必要留在故事里。1个月以后，你的生日宴，我会让他们7个全部离开顾家，免得他们生出异心跟你抢家产。又打了什么小报告？你又打了什么小报告？还能说什么？无外乎说我们7个人不带他玩，没人宠他。我说顾大小姐，大清都已经亡了，我还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当公主，让所有人围着你转。你们7个都不愿意娶我。为什么从没人和我父亲说？说的倒是好听，明知道我们7个人寄人篱下，就是你们顾家养的狗，哪来拒绝的权利？你要选就选我吧，只希望日后不要再为难他们6个。放心吧，1个月后，我们都能如愿。姐姐，听说今天下午你要去上马术课，可以带上我一起吗？离我远点！哎呀，笑笑，将笑笑的父亲到顾家当司机，江笑笑出现，一切都变了。笑笑妈妈的遗物你也要抢吗？不怪姐姐，是我主动要送给大小姐的。大小姐对我很好，还送了我一条项链，我真的不委屈。笑笑，笑笑，
你起来。就算你是顾家大小姐，也没资格逼着别人把母亲的遗物送给你吧？虽然发卡价值不高，意义却远不是这个价值几十万项链能比的。还真是一如既往的霸道，只顾着自己的开心，不管他人的死活。赶紧把发卡还给笑笑。既然大小姐宁愿毁掉，也不愿意还给我，何必作戏呢？你现在立刻跟笑笑道歉，否则别怪我跟你悔婚。道歉！对不起，同一个套路，他演了整整3年。顾云舒，你现在立刻向笑笑道歉，否则别怪我跟你好啊！你要实在怕我欺负江笑笑，就把她时时刻刻拴在裤腰带上。你在威胁我？你想对笑笑做什么？该不会是我们7个人把浩瀚星海的第1次送给了笑笑，你就准备借题发挥欺负他吧？你什么都有了，笑笑却没有家人陪她庆祝生日，只是一个浩瀚星海，有什么必要揪着不放？浩瀚星海，这浩瀚星海从云舒出生就开始建造，这收尾工程就交给你了。3年后，你负责在生日宴上送给云舒。这份本属于我的生日礼物，怎么就成了江笑笑的？我只是为了满足他一个愿望，更何况浩瀚星海的所有权不还是归属于你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胡搅蛮缠啊？行，大不了1个月后的生日宴，我宣布我们的婚讯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青年哥，你何必做这么大的牺牲？顾云舒他刁蛮任性又恶毒，你娶她还不如出家当和尚。这下只怕顾云舒会高兴的找不到北，多年夙愿终于实现。青年哥哥，你千万别为了我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，大不了我给姐姐跪下磕头，我给她当牛做马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不会嫁给你。你不嫁给启年哥，难道是要嫁给……姐姐，求求你了，别再为难启年哥哥了。他们7个都是你们顾家的资助生，本来就低人一等。如果你气他们把浩瀚星海送给我，想和顾伯伯告状，那我愿意给你磕头下跪。笑笑，笑笑，来，笑笑，嘴上说不嫁给我，有本事到时候真别选我呀！以退为进，刁难笑笑算什么本事？你不就是想借机告状，把笑笑逼走吗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但你放心，我绝不会选你当我丈夫的。不选我，你想选谁？程轩、陆潇，还是他们4个？你害我一个人还不够，你还想对他们下手吗？只要你答应我，以后不为难笑笑，我可以去。别再闹了，好吗？姐姐，姐姐，启年哥哥带我来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妨碍你和启年哥哥的。心间渲
看书电影，化妆进不了。姐姐，放心，等启年哥哥安好马鞍，我就自己上去。笑笑，干嘛？希望你也曾遗憾过，最后却仍觉得值得。如果爱难免错过，请你相信，也不是谁的错。姐姐，你放心，你骑你们的，我让教练教我就行。给我最快乐的角色，若你感觉累了，一回头是我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新人哥哥，这个怎么菜来了？来，笑笑，踩在我的膝盖上下来。真正的男子汉，不跪天，不跪地，只跪自己的老婆。启年，跪下，让云舒踩在你上马。启年，你要记住，以后云舒就是你的一切，也只有云舒能把你踩在脚下，其他人谁也不行。当年母亲在世时，也是踩着我父亲的肩膀上马。父亲说的对，男人脚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姐姐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，启年哥哥是姐姐的结婚对象之一，他应该保护姐姐才是。如果不是启年哥哥看到我崴伤了脚，他一定会去救你的。大小姐常年骑马，有些磕碰是常有的事情。笑笑，你不一样，你从小体弱多病，这不又扭到了脚。这种情况就算再发生1万次，我也还是会救你。姐姐，不要叫我姐姐，叫我大小姐。我是我爸的女儿，你是我爸司机的女儿，也配当你妹。我知道了，大小姐。不去追江笑笑，杵在这干什么？抱歉，刚才没看到你摔下。他这是干什么？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吗？秦岩哥，这次真有点过了，你居然故意割断顾云舒的灯勺。就算顾云舒是对小小过分了点，那你也不能这么做呀。那从马上摔下来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反正他现在已经没事了。这几天我几乎对他有求必应，算已经补偿了。原来就为了给江笑笑出气，他故意割断了我的马灯。这些天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也只是计算失误后的补偿。
不是心疼我受伤。你的心生活。姐姐，笑笑晕车，必须坐副驾。你这大小姐，你居然不坐沈启年的车，连另外6个资助生的车也不坐吗？我现在看到他们就恶心。开车。这个顾云舒，这就越来越过分了。抱歉啊，姐姐，这个位置我坐习惯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介意，让开。接下来是今晚最受瞩目的拍品《沧海之泪》，起拍价5000万，竞拍开始。6000万。启年哥哥，你的卡我真的可以随便刷吗？原来姐姐也想要沧海之泪啊！那我不要了，姐姐要的东西我不能抢。有我在，你不用委曲求全，喜欢什么就去争取，我为你都1个亿。什么情况？沈启年不是顾家的资助生吗？他怎么还给别的女人买珠宝啊？他买的还是顾云舒想要的珠宝，这不是明摆着打顾云舒的脸吗？顾云舒也太惨了吧！豪门千金被司机的女儿和资助生压着打。我从小被父亲教养长大，可沈启年却让我变成了一个笑话。姐姐，除了委屈你把喜欢的东西都让给我了。点停灯。这个顾云舒居然不怕启年哥哥生气，敢不把东西让给我？让给你的都是我不要的。点天灯，顾小姐点天灯了！恭喜顾小姐以10倍价格成功拍下这枚沧海之泪。交易失败。顾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的这张卡被冻结了。不可能，我的卡是不限额的，无论刷多少都不会被冻结。换这张，还是刷不了。换这张。刷不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顾家这是破产了吗？10个亿都拿不出来，没钱点什么天灯啊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刷我的吧。刷卡成功，这条沧海之泪归沈先生所有。笑笑，送给你，喜欢吗？启年哥哥，你真的要把沧海之泪送给我吗？嗯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啊？因为在我心里，只有你最值得。听说沈启莲是顶级黑客，我看他刚才打开了笔记本，
估计啊是他黑了顾小姐的账户，才让她刷不了卡。哥哥，要不还是把项链让给姐姐吧？不用，她是千金大小姐，应有尽有，不缺这一切。是我不缺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想给？没事吧？顾云舒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这是我母亲的遗物。你当初不是说过，以后要是看到它，一定会把它埋下来吗？可如今，你连记都记不起来了，对吗？这么久，我怎么还会记得？再说了，笑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怎么能随手推人呢？浅年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发现全世界好像只有这不怪你，我会叫人修复这个手机，你也不要再闹了。人情没关系，何必怪我太入戏，太爱的人身不由己。明明知道是游戏，谁能幸免成？一个镯子儿，有必要闹这么大脾气吗？一躲房间就是好几天。我们必须想个办法把他哄出来，不然事情闹到老爷子那里，就不好收场了。真烦，我不去，我还要陪笑笑。你以为我不想陪笑笑吗？还是老规矩，谁陪了顾云舒，谁才有资格去陪笑笑。因为妈妈去世，云舒妹妹又哭了好多天，不能让她一个人在房间里伤心。我去陪云舒妹妹吧。以后云舒妹妹不高兴，必须我陪着她，让我去。不行，我去。反正我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我去。是我。3、2、1。以往这个时候，他肯定开门，今天居然让我等了他超过3秒。顾云舒，我很感谢你爸爸收留了我，我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但前提是，你必须能容得下笑笑，因为是笑笑3年前在火场里救了我一命。3年前在火场里救沈启年的人，难道不是我吗？连送我的礼物都是江笑笑不要的赠品，江笑笑永远是你的优先级，我永远只能排第2。可我顾云舒的男人必须事事以我为先，如果我只能排第2，那这样的男人我就不要了。大小姐，谢少派我来的。谢少知道您在拍卖会上被抢了珠宝不开心，所以他特意去了南非，包下了一整座矿脉，亲手为您打造了一只一模一样的手镯。另外，谢少让顾小姐不必担心，他已经找到了顶级修复师，一定能帮助顾小姐修复好真正的沧海之泪。
婚姻怎么可能嫁给谁都一样？替我谢谢你家少爷。明日我的生日宴，我会带着他公开我们的婚事。姐，你这手镯是哪儿来的？难道真是启年哥哥修复好了送给你的？与你无关。顾云舒，你不会真以为那7个资助生都喜欢你吧？他们喜欢的人是我。看到了吗？他们抱过你，他们亲过你吗？他们有为你这么疯狂过吗？识趣的话，今天晚上就不要选启年哥哥，我的另外6个舔狗随便你选。他们知道你背后叫他们舔狗吗？反正他们6个我全都睡过，陆湘、陈仙，不管你选哪一个啊，都能把你伺候舒服。闭嘴，荡妇！你真恶心。干什么？又想把罪名扣在我头上？自己来。启年哥哥，顾大小姐今天肯定会见沈启年的。那肯定啊，江城谁不知道？顾小姐爱沈启年爱得那么疯狂，听说连彩礼都自己准备好了。是啊，我曾经满心期待的想要嫁给你，人尽皆知。沈启年确实有实力，智商高，手段硬。今天要继承这顾氏集团，这以后商界谁还是他的对手啊？恐怕也就只有谢家的谢晋才能和他抗衡吧。可我听说这个谢晋已经谈起好多年了。我等顾小姐公开我们的好消息。启年哥，启年哥，我好喜欢你啊！这是顾大小姐。这视频里头放的是顾大小姐。我去，书香门第的顾大小姐，私底下居然这么放得开。沈老板，程序已植入。沈老板，沈启年，你为什么这么狠？就因为我骂了江笑笑一句荡妇，沈启年就要当众公开我的私密照，向所有人证明我顾云舒才是那个荡妇。关掉！马上给我关掉！到底谁干的？顾老爷子，您别生气，反正沈启年深受顾小姐的喜欢，又是顾家从小养到大的资助生，早晚会和顾小姐结婚的。这视频不算什么。没错，新婚夫妻间的小情绪，我们都能理解。我愿意娶顾云舒。沈启年，你做出这种事情来，还有脸说你愿意娶我？你愿意娶，我可不愿意嫁。你愿意娶，我可不愿意嫁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为什么听不懂？别
装了！刚才的照片和视频，难道不是你搞出来的吗？就是因为我早上扇了江笑笑一巴掌，你就做出这种事情来报复我？你居然不相信我？没错，我不相信你，因为你不值得我相信。沈启年，云叔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那些图片和视频，真的是你放的？不是我。我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所有信息在网络上都会留下痕迹。好，启年，今天你一定要把那个幕后主谋给我揪出来，我要让伤害我女儿的人碎尸万段。我找到了。是他。伤害我女的人到底是谁？说话呀！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还是不肯说？你不说，我说。幕后主使就是江笑笑。江笑笑，敢承认吗？我不是笑笑，是因为整件事情的幕后主使是我，所有事情都是我做的。不是笑笑，是我干的，是我。顾云舒，你为什么非要如此心胸狭隘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对一个小女孩恶语相向？你懂点事行吗？笑笑可是被你给扇了一巴掌，你只是差点丢失清白，有什么好委屈的？你妈生不出儿子，就想方设法的让我们7个当工具人，在今天的生日宴上，非要公开嫁给我们7个中的一个。我们已经任命娶你了，只要你放过笑笑。谁说我要嫁给你们7个了？你们7个，我都不要了。不要了？你除了能嫁给我们，还想嫁给谁？还能嫁给谁？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再这样斤斤计较，我们7个绝不会娶你。你们7个不娶，我娶。你们7个不娶，我娶。居然是他！原来他不是截瘫无能。你是谁？你有什么资格？关你屁事！笑笑妹妹，不仅打他，我还打你。这里是顾家的地盘，顾家的地盘，所以我不打顾家人。住手！你是谁？打完你，我再回答你。我是来见云舒的，喜欢吗？我很喜欢。你们在说什么？顾云舒，你现在立刻告诉我，他到底是谁？别管我是谁，你先搞清楚你们自己是谁。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云舒心疼你们，伯父收养你们，没想到接济了一群狼心狗肺。你说你们该不该打？眼盲心瞎，错把榆木当珍珠。你说你们该不该打？我们一直把对顾家的感激放在心里，你凭什么说我们眼盲心瞎？就是，你无缘无故上来就打人，你什么素质？
你究竟是谁？我等了20年，终于换来了守护云舒的资格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云舒的依仗。你是顾云舒的倚仗，那我们是谁？他是你的倚仗，那我们是谁？你们继续怜爱你们的妹妹不就好了？顾云舒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闹性子了？你是不是还在嫉妒笑笑？我们都已经说了，只是把笑笑当妹妹。我知道，你又是脾气上来了。我们答应你，以后对你的关心绝对比给笑笑的还要多。对，别上蹿下跳的这么欢了，你们叫的越大声，一旦证据公开，有的人就死得越快。你少在这危言耸听，有本事你把证据拿出来呀！好，你们自找的。来人，笑笑，笑笑，笑笑。笑笑肯定是被顾云舒给气晕了，一个无辜的小女孩，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当众羞辱？我们走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是顾大小姐宣布未来丈夫的日子，7个资助生全要走，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顾云舒，你今天如果不放我们走，我保证你会彻底失去我。包括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放他们走。顾云舒，今天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，我答应你，可以娶你，但日后你只是一个摆设。想让我守住顾家的家产，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。7个傻子。那现在怎么办？7个资助生全跑了。谢家这些年树敌太多，谢晋身份隐秘，一直以来以截瘫形象示人。今天特地过来，也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。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各位宾客，想必大家也知道，今天除了是我女儿的生日宴，也是公布她未来丈夫的日子。人都走了，还要公布啊？我宣布，7天后，我要嫁给京城谢家少爷谢晋。谢晋，京城那个瘫痪无能的首富谢家大少。谢晋，那个京城截瘫无能的首富谢大少。既然大家还不知道他就是谢晋本人，在订婚宴上再公开也不迟。没错，以我女儿的身份，只有最优秀的男人才能配得上她。可是顾大小姐的那7个童养父7个白眼狼，当初我看他们无父无母，才可怜收留了他们。现在我女儿已经答应嫁给谢少，为了避免流言蜚语，从今天开始，他们7个和我们顾家断绝一切关系，从顾氏正式除名。7天后，诚邀各位来参加我和谢大少爷的订婚宴。顾小姐，那我们明天见。笑笑，笑笑，笑笑，顾云舒真是太过分了，竟然当众给笑笑难堪，害得笑笑都被气晕过去了。对了，刚刚来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呀？这不就是顾云舒故意请来的打手吗？是我们太惯着他了，让他失去了本分，所以做事才这么没有分寸。居然敢请人来打我们！可我总觉得顾云舒这次的态度很奇怪，和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尤其是对启年哥，他会不会真的不嫁给我们了？不可能，他对启年哥爱得死去活来，人尽皆知。听说了没有？顾家大小姐顾云舒居然要换夫。你是说那个养了7位资助生的顾云舒，准备嫁给他们其中1位的顾云舒？那7位资助生，她真的都不要了？没错，婚礼时间都定了，就7天后。站住！你们说什么？顾云舒要换夫？沈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刚才没注意到你在这儿。你们说顾云舒要换夫是什么意思？她从小到大接触到的男人只有我们7个，
而且7天后我们就要举行婚礼，他怎么可能临时换夫？真不好意思，沈总，我们刚才也是听别人说的，可能是听错了。以后这种传言，谁都不许再提。如果再让我听到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是，肯定又是演员，跟刚刚那个打手一样，都是他顾云舒请来的。没错，从5岁开始，顾云舒的世界里只有我们几个人，怎么可能嫁给别人？笑笑的身体要紧，先去医院。如果笑笑出什么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赶紧回来！顾云舒宣布未婚夫了，再不回来你会后悔的。奇怪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顾云舒还没有找我，甚至连一通电话都没给我们打。这笑笑都晕了，顾云舒还在耍小性子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还在演戏吸引我的注意力。别管顾云舒了，他哪次不是自己假装生气，然后又自己把自己哄好？倒是笑笑，到现在一直昏迷不醒。先去看笑笑。喂，笑笑醒了。顾云舒差点就宣布了订婚对象，还好我及时装晕，把他们都从生日宴上骗了出来。他们7个又被我玩得团团转，想想都搞笑。顾云舒差点就宣布了订婚对象，还好我及时装晕，把他们都从生日宴上骗了出来。他们7个又被我玩得团团转，想想都搞笑。笑笑，你醒了。哥哥，陈轩哥哥，陆笑哥哥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会在医院里？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？你在宴会上突然晕倒，昏迷了一路，怎么样？现在好点了吗？我好多了。你一直昏迷不醒，都快吓死我了。不过还好，医生说你生命体征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要我看，都是被那个顾云舒给气了。这个顾云舒真胡来！糟了，我破坏了姐姐的生日宴，姐姐肯定会生气，说不定还会迁怒于你们。我现在就去顾家给姐姐磕头道歉。笑笑别怕，既然顾云舒已经公布了订婚时间，无非就是怕我们7个人跑了呗。顾云舒他撑不起来顾家这么大的产业，早晚也选择我们7个回去管理公司。从今天起，顾家我们不去，顾氏集团我们不回，还有7天后的婚礼，我们谁也不许轻易答应。对，一个没有新郎的婚礼，绝对让顾云舒颜面扫地。这次让他彻底，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青年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按你们说的，应该给他点教训。都怪我，如果不是因为我来到了顾家，姐姐肯定也不会跟你们闹脾气。姐姐她是千金大小姐，她想要的东西啊，就一定要得到。你们对我这么好，姐姐生我的气也是应该的。笑笑，这不怪你，同样都是寄人篱下，我们理解你的委屈。就是顾云舒，他不识好歹，太过自私。喜年哥说的太对了，自从笑笑来到了顾家，他就处处针对笑笑。笑笑整整被欺负了20年，我就没见过这么歹毒的女人。女人的嫉妒心真可怕，尤其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女人。不像笑笑，从小和我们一起寄人篱下，乖巧善良，哪怕被顾云舒欺负也从不还口，实在让人心疼。顾云舒啊，你只是投了一个好胎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多年的青梅竹马又怎么样？还不是摆在我手里。你的老公，你的家产，未来都是我的。好了，笑笑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们去给你缴费。哎，对了，以前顾云舒不管再怎么闹脾气，3个小时之内肯定乖乖跑过来跟我们道歉。这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待会儿他过来，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，然后再把他带到病房，当面给笑笑道歉。好了，走吧。
你们说，顾云舒的私密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是怎么回事？肯定是想放自己的美照，结果被工作人员误出了手机，放错了呗。交易失败，刷不了，银行卡被冻结了。刷不了，银行卡被冻结了。什么？不可能啊！这张卡是我刚到顾家的时候，顾云舒特地送给我的黑卡，京城仅此一张。我用了20多年，从来没有被冻结过。麻烦你再试一下。交易失败，还是不行。怎么会这样？用我的吧。我这张卡虽然没有启年哥黑卡厉害，但平常也不限额度，我可以随便刷。交易失败，这张卡也刷不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平常买豪车买别墅都用这张卡，怎么可能用不了？再换我再试试。交易失败，交易失败。哎，你们到底还交不交钱呢？不交钱就让一下，后面还有人排队呢。7张卡没一张有钱，还豪车别墅呢，怎么不买飞机去？你们7个人的卡都是顾家的，平常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，这怎么今天好端端的都给停了？顾云舒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难道顾云舒真的不要我们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哦，我知道了，顾云舒现在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手段真是越来越高。又是老套，烦都烦死了！难道就因为上次拍卖会，启年哥黑了他的卡，没让他买到沧海之泪，他就生气报复，把我们的卡都给断了？心胸狭隘，他以为停了卡就能逼我们就范，他的算盘真的打错了。这一次他必须真心诚意回来求我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回顾家。大小姐，真的都不要了吗？这些都是你费尽心血从全国各地买回来的呀，一个比一个贵呢。没错，都不要了，我嫌晦气。等一下，以后我们7个要永远和云舒妹妹在一起。耶！把这个一起扔出去。还有，以后别叫他们少爷，今后他们跟我顾家没有任何关系。顾家，我绝对不会回去。是不是姐姐还在怄气？都怪我，害得你们从姐姐的生日宴上提前离开，害得姐姐丢了面子。要不然你们还是回顾家去吧，我一个人在医院也可以的。怎么又能让你受委屈了？这顾云舒的面子哪有你的健康重要？是我碍了姐姐的眼，她才会停掉你们的信用卡。我不想再连累你们了。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？这顾云舒才是罪魁祸首。再说，我们有手有脚的，就算把卡停了也没事。不行，顾云舒太可恶了，我必须给他打电话问清楚，到底什么意思。顾云舒要是知道我们主动联系他，他肯定高兴坏了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。顾云舒的电话居然打不通，顾云舒的电话居然打不通，我给他打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。这个顾云舒，我们主动给他打电话，居然不知道感激，还拉黑我们。
看来他吃定我们会主动去找，故意。简直无耻！平时欺负笑笑惯了，生日宴上还当众冤枉笑笑，现在还好意思耍小脾气。说来说去，还是怪我让姐姐起了嫉妒心。我现在就去顾家给姐姐磕头道歉，让她原谅我，不要再连累你们了。别去！每次你低头认错，顾云舒哪次不是更加得寸进尺？他最会算计了。算了，这次我就不跟他计较，我亲自给他打一个电话。好，启年哥给他打，他总不敢不接了吧？没错，顾云舒为了启年哥，常年24小时开机，电话秒接，随叫随到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你在哪？顾云舒疯了，他居然连启年哥也拉黑。好，特别好，我看我们真是把他给惯坏了。我现在就回顾家找他去，我待会我也看他到底有几个意思。我也去。顾云舒做的这一切就是赌气而已，我们没必要跟他斤斤计较。我跟你们一起去，这次就给他一个台阶下，下不为例。他们在搬什么？看上去好像是一些奢侈品的高定。哦，我懂了，肯定是顾云舒为了给我们道歉，早就准备好了礼物，就等着我们回去呢。我们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，随便备一点小礼物就收买了，再由着他继续这样任性妄为下去。这次一定要让他彻底认识到错误才行。启年哥说的对，礼物该收就收，但是顾云舒本人还得继续考察。走吧，看看顾云舒这次为了讨好我们，又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惊喜。不对，他手里拿的怎么是顾云舒去年给我买的限量款篮球？这可是全球限定10个的高定款，上面还有科比的亲笔签名。这不是顾云舒前年送过的拳击手套吗？还有上个月送的药膏，怎么这些佣人手上？这些是顾云舒从5岁到25岁，每年都精心为我准备的1岁1礼。他们不是在往里搬，是在往外扔。你们干什么？为什么把我们的东西搬出来？是顾大小姐吩咐的，说把你们的东西都扔掉，全都不要了。是顾大小姐吩咐的，说把你们的东西都扔掉，全都不要了。你说是顾云舒让你把我们的东西扔了？对呀。不可能，这篮球是顾云舒亲自飞到国外，熬了足足7天7夜，终于排队买到的限定款。陈宪哥，这个篮球送给你。这篮球确实不错，不是还有同款篮球服吗？为什么不买？你这样我还怎么收集全套的？忘了，我马上排队给你买。行了，下不为例。没错，为了这瓶药膏，顾云舒可是翻山越岭，为了摘下做药膏的天山雪莲，自己摔得浑身是伤，也没舍得给自己擦。陆小哥，你经常练拳会受伤，这瓶药膏对伤口的恢复很有效，抹了就会好。行。我去，肖哥，还有礼物，快说，这次送你礼物的妹妹是谁啊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，走吧。对啊，顾云舒费尽心思给我们准备的礼物，怎么可能说扔就扔？对吧，秦年哥？
启年哥，我想弥补你人生前5年的空白和难过，想以后每一年都能为你准备好多好多惊喜，更想参与你未来的人生。快许愿吧！启年哥，你许的什么愿望？我希望你以后可以有自己的人生，不要再纠缠我不放。没错，顾文书对我们都这么尽心尽力，何况是对启年哥？启年哥从5岁到25岁的生礼物，哪一年缺席过？顾云舒对启年哥比对我们6个人都更好，更用心。我看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都送给启年哥。我这就去见他，我要找顾云舒当面问清楚，他到底要干什么。不能进！干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顾家也不能再进。你们疯了！沈少爷，哦不，这位先生，你不能进去。从今天开始，顾家你们都不能进。什么意思啊？顾家我进了20年，为什么不能再进了？我们也是听老爷和大小姐的吩咐，不只是你，还有程先生、陆先生、赵先生，你们7个人以后都不能再进。你们还是快走吧，这东西实在是太多，这一晚上都搬不完了。太过分了，真是太过分了！顾云舒登笔的上脸了是吧？我看，肯定是顾云舒找人一直监视，知道我们要回来，故意拿脚，为了气我们，东西说扔就扔，有钱就铺张浪费，真是大小姐做派。可是大小姐没钱呢。没钱？顾云舒可是顾家大小姐，顾老爷子每个月给她打的生活费就有50万，1年就有600万，她怎么可能没有钱？但是大小姐真的没钱啊！好了，王妈，顾云舒不在这儿，你不用帮她说谎，更不用担心她听到之后会开除你。我没有说谎，大小姐每个月身上不剩1分钱，平时的生活费都是自己打工挣的。你听听你说的像话吗？顾云舒可是顾家千金大小姐，她没钱，那她的钱呢？大小姐原本是有生活费的，可是程轩少爷，哦不对，是程先生说，大小姐的生活费比江笑笑多太多，江笑笑会心里不平衡，所以大小姐再也没有拿过1分钱的生活费。我是担心顾云舒手里钱太多，肯定仗势欺人，让笑笑在这个家里不自在。我明明亲眼看到过老爷子的转账记录，钱呢？钱去哪儿了？大小姐所有的生活费全都转给了江笑笑啊！什么？因为陆先生说，大小姐的生活费不拿白不拿，不如直接给江笑笑，所以大小姐每个月的生活费1分不剩，全都转给了江笑笑。我这不是怕江笑笑从小寄人篱下，心里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才建议顾云舒把生活费给笑笑，让笑笑多见见世面。没错，就算没有生活费，顾云舒作为千金大小姐也过得锦衣玉食，没有什么损失。这笔钱却对江笑笑非常重要，就应该给她。大小姐把生活费转给江笑笑，是因为江笑笑没有安全感。大小姐自己去打工，是想陪你们一起去体验打工的辛苦。可是到头来，一个正牌大小姐过得连一个司机的女儿还不如，在你们眼里，这叫没有损失？王妈，你老了，你根本就不懂，难道有钱就可以收买人心吗？我是老了，可我不糊涂啊。除了钱以外，大小姐对你们是掏心掏肺，可是自从江笑笑来了以后，你们又是怎么对她的？陆萧哥，你今天有空吗？可以陪我一起去看海吗？没空。
丞相哥，今天晚上有北斗七星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看什么星星？无不无聊。茫茫人生，多么庆幸为你疯狂过，半夜去看星光，想想都笑了。只是可惜，在你身边少了一个我，也许有我陪着，笑会更多。希望你别再遗憾过，最后却让人觉得值得。如果爱难免错过，就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就可以被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无视吗？他明明跟你们一样，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可怜的孩子啊！王妈，这能怪我们吗？我们7个是顾家养的资助生，寄人篱下，必须付出的就要更多，哪像顾云舒，一天到晚闲着没事。可当初不是你们亲口答应，只要他有需要，你们就会陪着他？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云舒妹妹，别哭了，以后你不开心就来找我们好不好？我陪你去看海，我陪你去看星星。大小姐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们？为什么江笑笑一出现，你们就彻底全都变了呢？对江笑笑是偏听偏信。是顾云舒她自己撒谎成性，我们被她骗了一次又一次。大小姐有没有撒谎，江笑笑心里最清楚。冤枉她的人，比她本人还知道她有多冤枉。哎呀，算了，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这样也好，你们自由了，她也幸福了。王妈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们自由了？她也幸福了？我们的确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可顾云舒欺负江笑笑，这是事实啊！阿轩说的对，青年哥，顾云舒的刁蛮任性是刻在骨子里头的，是他有错在先。他连我们8个人的合照都扔了。他把所有跟回忆相关的东西都扔掉了，难道他不是想逼我们回心转意，是真的不要我们了？快看，顾云舒的房间连喜字都贴好了，连婚房都准备好了，说不定顾云舒现在孤苦伶仃坐在床边，眼巴巴的盼着我们冲上去找他呢。差点就又被他骗了，原来他还是那么在意我们。谢少是不是急了点？你口中说的明天见，就是指在床上见？毕竟这一刻我等了整整20年，既然我们一定可以白头到老，我为什么不提前行使我的权利？啊！只要他快点道歉，这次我就直接原谅他好了。我们这次可不能再让他欺骗了。他想让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偏不，对吧，青年哥？青年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妈妈，我好想你啊！我的出现给青年哥哥他们添了太多的麻烦，或许我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今年的生日，
我过了。原来今天是笑笑生日，我们居然都忘了，都怪我，被顾云舒给气糊涂了，忘了笑笑的生日跟顾云舒只差1天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全都是顾云舒的错。笑笑的生日哪次不都是顾云舒主动安排的？哎，他好狠的心啊！现在连笑笑生日宴他都不管了。他哪次不是这样？自私自利，不顾他人死活。笑笑跟我们一样，从小身份卑微，吃了太多苦，不能因为顾云舒闹脾气，再让笑笑继续受苦。笑笑的生日，我们亲自帮他补办的。没错，顾云舒使了这么多天的小性子，不就是吃笑笑的醋吗？那笑笑的生日，我们就大办特办，逼顾云舒主动服软。笑笑，新年哥哥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你们见到姐姐了吗？怎么样？她有没有原谅你们？都怪我！如果姐姐因为我没有原谅你们，那我现在就去顾家下跪，直到姐姐原谅为止。不用了，我们都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了，明天帮你补过生日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，新年哥哥？那我实在太开心了。笑笑，明天不管你想去哪，想要什么，七个哥哥都会帮你实现的。好，那我要吃大餐、逛街、买衣服。碍事的顾云舒不在了，凭他们对我的偏爱，我肯定很快就能拿下他们7个，让他们彻底厌恶顾云舒。没问题，笑笑可是我们的团宠小公主，我们当然会满足笑笑的所有愿望。我们的小公主许了什么愿啊？我希望每年的生日你们陪着我一起。我希望每一年、每一月、每一天跟你们7个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再也没有为顾云舒庆祝过一次生日？今年她的生日愿还一如从前吗？给我调查清楚，顾云舒生日宴上曝光的私密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新年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谢谢7个哥哥这么用心，为我准备了这么多。这是妈妈去世之后，我第一次过生日这么开心幸福。以前笑笑的生日，每次他都要横插一脚，烦都烦死了。这一次终于甩掉了这个坑屁虫，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自由的味道。我们8个终于有了独处的空间，再也不用受约束，终于解放了。这可得好好庆祝一下，来，干杯！这都1天了，还是没有联系上姐姐吗？我看这次啊，姐姐是真的生气了，说好了要宣布结婚对象，也没了下文，说明姐姐肯定不想结婚了。既然7个哥哥也都不想和姐姐结婚，干脆这次啊直接退婚好了。谁跟你说我们要退婚？谁跟你说我们要退婚？我的意思是，谁跟你说他不想结婚？之前姐姐天天把要嫁给你们挂在嘴边，但这次你们离开之后，她就再也没有找过你们了。如果姐姐这次真的想通了，你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彻底和她分开啊。为什么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高兴？他怎么可能真的想通了？在生日宴上都把婚礼的日子给定好了，他这次只是闹闹脾气，不会真的想放手的。没错，离婚礼就剩5天了，除了我们7个之外，他无人可选。他总不能随便大街上拉个男人就嫁了吧？大家一定都饿了吧？咱们还是先吃饭吧。啊，小哥哥，啊，
么了？小哥哥，我刚做了新的指甲，你帮我剥虾好不好？又不吃虾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剥虾皮？我不一样，我最喜欢剥虾了。以后陆萧哥想要吃虾的时候，我都帮你剥。萧哥哥，萧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不会剥虾。以前我吃的虾都是顾云舒帮我剥的。原来这就是我嫌弃顾云舒后换来的自由。那咱们先不吃虾了，吃点别的。轩哥哥，你一定也饿坏了吧？这块羊肉很嫩，你赶紧尝一尝啊！不能吃，程轩哥，你看清楚点，这可是羊肉，快放下！你对羊肉过敏，一会儿不看着你一点，差点出事。轩哥哥，你赶紧尝尝。我不能吃羊肉，我从小对羊肉严重过敏，如果吃多了会有生命危险。抱歉啊，轩哥哥，之前在顾家一直没有吃过羊肉，居然完全不知道你对羊肉过敏。因为顾云舒叮嘱过厨师，所以顾家20年来从没吃过羊肉。原来这种陪伴了我20年的束缚，是顾云舒对我20年悄无声息的保护。如果顾云舒在的话，他一定不会让我吃到羊肉。是啊，要是顾云舒在的话，我就不用剥虾了。沈先生，您又胃疼啊？你认识我？您别急，我马上给您拿药。你认识我？怎么知道我胃痛，又刚好有胃药？当然认识，您是咱们店的老顾客了，晚上经常见到您。谢谢你，很少有餐厅像你们家这么贴心的。正好这款胃药治我胃痛最有效果，以前我经常吃，只是我已经好久没有因为喝酒胃痛过了，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突然又开始难受。啊，沈先生，这就是您的药啊？我的药？没错。顾小姐今天没来吗？这味药是她以前为了您特地放咱们店里的。顾小姐？顾云舒？是啊，您来我们店里应酬了多少次，顾小姐就等了您多少次。哎，顾小姐，您又来陪沈总啦？麻烦你帮我给他带一杯果汁，果汁里放一颗胃药，不然他喝太多酒又会胃疼。没问题。可是你怎么不自己进去给沈总啊？不了。后来顾小姐担心您看见，就经常把胃药放我们店里，还叮嘱我们每次给您送果汁的时候就放上一颗。今天没看见顾小姐，我还以为您也没来，才没及时送来果汁。所以不是我喝酒不会胃疼，是顾云舒让我没有再疼过。既然启年哥哥胃不舒服，那咱们还是先回去休息吧。我的生日不重要，什么时候过都行。不能让你们在这儿继续想起顾云舒，贱货！为什么就是阴魂不散，次次坏我好事儿？笑笑真懂事，不愧是我们的团中小妹。启年哥，怎么说？走吧。沈总，您吩咐我调查顾小姐生日宴上曝光私密视频的真相，我已经发您手机上了。
启年哥，你在看？笑笑，启年哥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动手打笑笑？我真希望是我疯了。你这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众毁了顾云舒的清白！我简直不敢相信，顾云舒生日宴上当众公布她私密视频的人，竟然真的是你！什么？启年哥哥，你为什么突然这样子说？我什么时候有那个胆子敢欺负姐姐？这肯定不可能。启年哥，是不是你搞错了？一直被欺负的不是笑笑吗？是啊，你可别误会了笑笑。还不成？自己看。笑笑你，这真的是你干的？笑笑，这可是会彻底毁了顾云舒的心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视频是我公开的，视频是我公开的。我和七哥哥哥一样，看出来姐姐最近变了不少。她现在哪里还有喜欢你们的样子？我怕她赌气，一个都不选，到时候当众难看的人是你们，所以我才放出视频，就是为了逼她做出选择。原来笑笑是为了我们。启年哥，你真是的，怎么能打笑笑呢？笑笑的方法确实有点极端，但他也是好心。不怪启年哥哥，都是我的错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即使我放出视频，姐姐还是会亲口说不会选择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。她跟你不一样，顾云舒大小姐当惯了，我们对她而言都只是寄人篱下的狗，有什么尊严可言？当然不会考虑我们的感受。可你为什么偏偏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呢？其实还是怪我，在姐姐参加宴会之前，我本想好好劝劝她的，可是我一开口，姐姐就打我骂我。还好当时启年哥你来了，不然……什么？顾云舒又打你了？启年哥，你真看见了？看见了。笑笑心疼我们，想保护我们，劝顾云舒不成，结果挨了打。笑笑，不怪你做了这么极端，那都是让顾云舒自己活该。没错，自从笑笑来到顾家，顾云舒一有不顺心就欺负笑笑，光我们看到的都不下上百次，笑笑连管嘴都不敢，怎么可能故意欺负顾云舒？启年哥，这次你是真的误会笑笑了。抱歉，笑笑，刚才是我太冲动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不管遇到什么模特，最后都变成了顾云舒的错？大小姐有没有撒谎，江笑笑心里最清楚。冤枉她的人，比她本人还知道她有多冤枉。先回去吧。这顾云舒那妞，顾云舒那妞，谁不想是啊？顾云舒那身段儿，那脸蛋儿，哎，圈子里多少男人都眼馋她。我可听说啊，有人求着顾董嫁女儿，可没一个相中的。你可拉倒吧！人家顾老爷子20年前就把男人养在女人，整整7个，还能轮得到你？确实，这都多少人了，肯定早被。沈启年，你他妈疯了，敢打老子！别打了！老子比顾家有钱，信不信我让你们全变穷光蛋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启年哥哥，大大都出人命了！
申启年，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替顾云舒出气？别告诉我，你不会真爱上那了吧？我是顾老爷子养大的资助生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诋毁顾家的名声。资助生？呸！他妈自己在这左拥右抱，把顾家当跳板，把顾云舒当上位的工具，被一个婊子骗得团团转，你还有脸打老子？申启年，你现在仗着顾家的关系，我暂时动不了你。等5天后顾云舒订完婚，老子慢慢收拾你。你什么意思？5天后就是顾云舒的订婚宴了，你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你知道还有心思在这揍我？不会真以为顾云舒还会从你们几个当中选吗？还不赶紧滚回去问清楚，别被当垃圾甩了，还蒙在鼓里了。青年哥，你消消气，肯定是他胡说八道。顾云舒怎么可能不选我们？而且7个人里面，她嫁给你的可能性最大。没错，我就不相信顾云舒能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。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快就和一个刚见面2天的男人闪婚了。走吧，谢太太。去哪儿？都结婚了，当然是要去试婚纱。你们说的对，顾云舒一直是家里的乖乖女，她从没任性。云舒，顾云舒她领证了。金岩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，哥？不会的，顾云舒不会跟别的男人领证结婚。赶紧回来！顾云舒宣布未婚夫了，再不回来也会后悔的。还在演戏吸引我的注意力。青年哥哥，顾云舒选了谁？青年哥哥，都别跟过来！王曼，先别走，我求求您把真相都告诉我。我知道我跟云舒之间一定存在一些误会。我这几天怎么都见不到她，我找她找疯了。你真想知道？你真想知道？你如果真想知道，就去看看大小姐的日记本吧。不过大小姐的日记本已经和你们的东西一起都当做垃圾扔了，垃圾车才刚刚拖走。你只能去垃圾场找找看，找不找得到就不好说了。好，谢谢老妈。哎，找到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大小姐已经找到了后半辈子的依靠，只是不知道你们在发现真相后，又亲眼看到大小姐嫁人，这辈子放不放得下？哎。你好，有没有看到一个黑袋子？黑袋子里面有个小笔记本，有看到吗？你好，你有见过一个黑袋子，里面有一个小的笔记本吗？谢谢。你好，你有看到一个黑袋子里面有个笔记本吗？好像在那边。谢谢。那不是故事棋盘的沈总吗？在垃圾堆里翻什么宝贝呢？娃娃，云舒的娃娃。
日记本，云舒的日记本，我终于找到了。2002年7月24日，今天是江笑笑来家里的第一天。为了接纳7个哥哥喜欢的人，为了让7个哥哥高兴，我把妈妈的遗物之一送给了他。江笑笑妈妈的遗物坏掉了，我妈妈的遗物也坏掉了。镯子，原来那个镯子也是云舒妈妈的遗物，我竟然还逼着云舒跟笑笑道歉。他们怪我，但我不怪他，因为7年哥哥答应我，只要他一看到我妈妈的遗物，一定会帮我买回来。我相信他，他从来不骗我。云舒妈妈的遗物，没事吧？顾云舒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这是我母亲的遗物。你当初不是说过，以后要是看到它，一定会把它埋下来吗？可如今，你连记都记不起来了，对吗？这么久，我怎么还会记得？再说了，笑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怎么能随手推人呢？我竟然把跟他的约定忘得一干二净。猜7个哥哥的反应成了江笑笑每天的乐趣之一。他找我打赌，说7个哥哥一定会怪我、骂我。他赢了，每次都赢。我保证，我答应娶她，只是为了报答顾家的养育之恩。等我成为顾家的掌权人，我一定风光娶你进门。只要顾云舒不伤害你，我可以给她几百万，让她去国外潇洒。我们跟顾云舒只是逢场作戏，你才是我们心中唯一的妻子人选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原来江笑笑只是猜对了一件事，他们7个并不爱我。我退出了，他又赢了。景年哥哥，你怎么跑到垃圾场来了？不行！景年哥哥，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？你没事吧？启年哥，你说话呀！你到底怎么了？对啊，启年哥，你怎么了？别吓着笑笑。说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诬陷顾云舒的？景年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回答我！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颠倒黑白，把你对顾云舒施加的伤害
说成是顾云舒故意针对你，你经常把自己弄得浑身是伤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你。你一直编造谎言，就是让我们心疼你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天天哥哥，你听他们说了什么？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我。你还在撒谎？你以为我很好骗是不是？启年哥，你好好的为什么要跑到垃圾站来？你又在说些什么？你们自己看，顾云舒这些年被冤枉的真相，就在这本日记里。是你，原来是你每次陷害的云舒，害得我们误会了他这么多年，都是你。启年哥，你替我解释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你平时是最相信我的，我真的没有。别碰我！你是不是以为我最好说话最好骗，把我们当傻子一样骗了团团转？我居然相信了你这个贱人，一次又一次。然哥哥，小哥哥，你平时对我是最温柔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们了！别叫我！一想到你伤害云舒这么多年，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！不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你们都答应过我会一辈子对我好的，你们不能说话不算话！对你好，你配吗？滚！滚出顾家，滚出江城，永远不要再出现，懂吗？你居然还有脸笑！我为什么没脸笑？比起你们，我自愧不如！你简直厚颜无耻！我是心肠歹毒，我是作恶多端，我敢承认我就是伤害了顾云舒，你们敢吗？你们又何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呢？伤害顾云舒最多的，难道不是你们自己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我们都是被你蒙蔽了双眼，如果不是因为你从中作梗，我们怎么可能因为你而伤害云舒？那又怎么样？不管我说什么，你们不也随随便便相信了吗？说到底，你们都是我的帮凶，是你们一次又一次的纵容我，诬陷他，伤害他，他现在已经彻底寒心，不会再要你们了。住口！住口！我们现在知道了真相，马上找云舒解释清楚。他跟我们那么要好，一定会原谅我们的。他为什么要原谅你们？因为我们从小陪在他身边，我们是他最相信、最亲近的人。他喜欢我们，只要我们回去跟云舒道歉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们不会天真的以为时间就能磨平伤害，道歉就能抵消痛苦吧？没用的，破镜不能重圆，伤害就是伤害。他已经不会再原谅你们，不会再要你们了。他不会不要我们的，我们陪了他20年，整整20年。可你们这20年来存在的价值，甚至不如一条狗。狗还懂得忠诚呢，你们呢？这20年来只享受顾家带来的安逸生活，又不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，所以才会纵容我发现你们心中的恶。你们一次都没有发现过真相，因为你们根本就不在乎真相。你们在乎的只有你们自己。他快没命了，七烈哥，快放手！是啊，
我们以后多的是机会慢慢折磨他。你先放手，他真的要没气了。青年哥，萧萧有3年前在火场里救过你，你就饶过他一命吧。很奇怪吗？不，很美。这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很丑吧？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已经过去了。当时发生了什么？3年前不懂事，不顾生命危险，冲进火场救了个人。后来呢？后来，那个人爱上了别人。你该庆幸你3年前救过我，才没死在这里。如果不是为了报恩，我根本不会把你放在眼里。我最爱的人只有云舒，以后滚远一点，别再让我看到。你们7个不得好死！沈景念，你的救命恩人已经彻底不要你了。真想看看真相大白的那天，你有多痛不欲生！青年哥，我们现在去哪？去见顾云舒。这3年我们有太多误会，必须马上见到顾云舒，当面给他解释清楚。我相信解释清楚之后，按照云舒的性格，他一定会理解我。是啊，20年的相知相伴，他不可能会这么狠心的。他在生日宴当天公开订婚的时间，其实就是在给我们7个人台阶下。赶紧回来！顾云舒宣布未婚夫了，再不回来你会后悔的。云舒还会选我吗？我要嫁给谢晋。秦年哥，你怎么了？不会的，一定不会的。谢晋，顾云舒选的那个桀骜无能的残废。是不是云舒怄气才这么说的？我们为了江笑笑，在他生日宴那天直接跑了，云舒肯定会生气，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，他是情急之下才这么说的。你们7个不娶，我娶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云舒的依仗。你们说的对，他一定是故意的。你们还记不记得那天顾云舒生日宴上突然出现的那个男人？当然记得，那家伙居然敢打我们，气死我了！青年哥，他有什么问题吗？难道他真的是金圈太子爷谢晋？不，谢少出了名的桀骜无能，所以那个四肢健全的男人绝对不可能是谢晋。顾云舒如果真的要嫁给谢晋，又怎么会跟一个陌生男人纠缠不清？啊，我懂了。所以什么金圈太子爷，云舒只是赌气，随口一说。毕竟选这种无能残疾当老公，傻子都知道不现实，一定也不会有人相信他。我就说嘛，顾云舒怎么能那么糊涂，放着我们7个不选，选一个桀骜无能的残疾？好了，反正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赶紧找到顾云舒，绝对不能让他拿下半辈子幸福开玩笑。云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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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舒在不在公司？我有很要紧的事情要找他。你们居然还敢来公司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知道顾云舒在哪儿？你赶紧告诉我，我们真的很急着找他。我不知道小姑怎么在哪，但是我知道你们应该去哪儿。来人！
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不也上过班吗？难道不知道闲杂人等不能随便踏入任何一家公司内部办公区？你是哪个部门的？这么不仗义，居然敢说我们是闲杂人等？我说的没错啊，已经被解雇了，怎么就不是闲杂人等？你说什么？解雇？早在2天前，你们就已经被顾氏集团正式解雇，这是顾董亲自发布的解雇公告。看清楚了，还不赶紧出去！别脏了顾氏的地板！太过分了！就算我们跟云舒之间有点矛盾，顾董生气也是应该的。你们凭什么在这趾高气昂？没错，我们为顾氏集团付出了10几年的心血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再说，以我们自己的能力，随时可以东山再起。你们这帮小人，拜高踩低，落井下石，不会有好下场。不会有好下场的是你们。我们顾氏集团可是小顾总妈妈留下来的公司，这么多年了，小顾总不仅借着其他公司名义帮你们签约合作，还为了帮助你们拿下合作方，没日没夜的应酬喝酒。你们呢？你说什么？你们真以为自己天资过人，能够永远一帆风顺吗？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告诉我？为什么？是，这么多年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他对你们那么好，甚至为了你们的自尊心，不让我们告诉你。麻烦你了，可千万保密，别被他们发现了。这已经是今年来第3次了，7个人的生意您都要照顾到，忙得过来吗？没事，七哥哥哥刚刚接受工作，需要正向鼓励。等他们工作入手，一切顺利之后，就能有更多时间陪我了。又胃痛了，你一忙起来就不好好吃饭，我这就去给你找点吃的。谢谢。是啊，你们是都不忙了，但是你们连心都变了，你们还狼心狗肺的帮着外人来欺负我们家小顾娘，骂你们2句都是轻的，滚！滚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青年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云舒，今天母亲节，我又梦见小时候，是启年哥在每个母亲节帮我擦掉眼泪，让我有了停止哭泣的力量。云舒妹妹，别哭了。顾伯伯说，只要和一个女孩结婚，就可以永远保护她。等我长大了，我就和你结婚。今天我18岁了，从5岁开始，启年哥哥每年都会送我一只向日葵。启年哥哥说，向日葵的花语是忠诚与热爱。
你为什么那么爱他？你呢？你为什么要伤害他？启年哥，启年哥，醒醒！启年哥，你都已经喝了3天3夜了，你是想喝死自己吗？我知道最近大家经历的事情对大家打击都很大，但是你这样一直喝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启年哥，启年哥！失去妈妈不是一时的暴雨，而是一生的潮湿。但陆萧哥是为我打伞的人。没妈的孩子，你没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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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后谁敢欺负你，我就用拳头揍哭他们。陆萧哥18岁的拳击比赛又拿了第1名，他真的好厉害，不再是那个第一次学拳被教练揍哭的5岁小孩了。陆萧哥哥，你别练拳了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已经不再是4岁小孩了，我必须要把拳学好。那陆萧哥哥练拳，我帮你擦药。我说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启年哥呢？找到没有？找到了。哎，他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你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启年哥动不动就消失，你怎么也这种表情？还有2天就订婚宴了，我们到底该……你先看看吧。日记。云舒的日记我们不是看过了吗？江笑笑确实很过分。等我哄好云舒，我一定不会放过江笑笑。或许过分的不只有江笑笑，完全忘掉过去的我们，也真的很残酷吧。程轩哥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玩伴，只要有程轩哥在的地方，我就不会孤独。走，哥哥带你去打球。程轩哥说，他们是我的家人，一辈子都是。来，宝贝，妈妈陪你好不好？来，宝贝，看镜头，爸爸给你和妈妈拍照哦。来，比个耶。小朋友，你要不要拍照片啊？你妈妈呢？你几个人啊？启年哥哥，陆萧哥哥，程轩哥哥，我们8个人。以后我们7个要永远和云舒妹妹在一起。你说的订婚宴是今天，
她不能嫁给别人，她只能嫁给我。云舒的日记在谁那？还给我。日记本在我这儿，但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，不管是日记本还是云舒，我都不会再交出去了。阿轩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想清楚，云舒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今天我要娶她。你说什么？你忘记自己平时怎么嫌弃云舒的？嫌她粘人，嫌她爱你，巴不得离她越远越好。今天却跑过来说要娶她，那你呢？你穿成这样跑来又想做什么？你以为你又有什么资格娶她？被江笑笑洗脑最重的就是你！你够了！你们都走吧。今天要娶顾云舒的人是我。你们心里都清楚，顾云舒最喜欢的人是我。这20年来，他心里最在意的人也是我。是，他最喜欢的人是你，所以伤害他最深的人也是你，最让他心灰意冷的人也是你。没错，7天前我们是比不过你，但现在云舒已经被你伤透了心。现在我们7个的机会是平等的。如今云舒会选谁，就是个未知数。好，你们可以留下来，但是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一会儿见到云舒，我就会亲口告诉她，我爱她，会用余生去呵护她。启年哥，你怎么能犯规？提前准备好戒指。以前你就是这样，用尽各种手段勾引云舒上当。今天我一定会尽力争取，让云舒选我。之前我故意让着你们几个，但今天不会了。只要没有江笑笑这层阻碍，云舒选的人一定是我。这枚戒指是我欠云舒的，婚后我会无条件的呵护她，像这枚戒指一样陪伴她一生。云舒今天一定会选我。有请我们的新郎亲吻我们最美的新娘。不要！云舒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换我来问你们，你们来我婚礼上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在婚礼上跟他接吻？怎么办？他们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。七个妻子而已，管得着吗？云舒，你不是要嫁给我们7个其中之一吗？他又是谁？嫁给你们？我生日宴上你们走得太早，可能还不知道，他就是我顾云舒公开选择的丈夫。丈夫？我不同意。云舒，你别闹脾气了，我知道你在气我们，我带你走啊。真几年，
我说的是不是还不清楚？我结婚了，是真的，丈夫是他，也是真的。云舒，闹剧该停止了。你故意把她从生日宴上调到婚礼上，不就是想要报复吗？你为什么这么看得起你们自己？觉得我会用我自己的婚姻大事来报复你们？难道不是吗？7天前你当众宣布，你要嫁的人是金圈太子爷谢晋，现在又为什么跟这个人在这结婚？这一切肯定都是假的。哼，真是7个人头猪脑。住口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？云舒再生气也轮不到你。像你这样空有皮囊的男人，满大街都是。可我能给云舒的幸福，是你们给不了的。你这种为了钱就能出卖自己的男人，还敢大言不惭！云舒，你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他配不上你。你们为什么就没有想过，我就是你们口中桀贪无能的谢晋？不可能！你双腿好好的，怎么可能是谢晋？在我稳坐谢家家主之前，我只能一直以桀贪面貌示人。而云舒既然答应嫁给我，我就不能再让任何人误以为云舒嫁给了一个废物，不能让云舒受半点委屈。时间差不多了。天哪！龙城、海城、申城、秦城的4大家族全都来了，看来只有京城谢少才有此等号召力呀！恭贺谢少新婚大喜，百年好合！祝谢少和顾大小姐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难道他真的是谢晋？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呀？惊喜怎么能提前说呢？我要尽快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谢晋的夫人。不能再让任何人觊觎你。云舒，之前的事情是我们错了，你再给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机会？因为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。是啊，我也喜欢你，我喜欢了20年。还有我，这20年来，我只喜欢你，从来没有喜欢过别人，只是发现的太晚。你们的喜欢是什么天大的恩赐吗？以前我喜欢你们，或许确实会高兴，但现在我已经彻底不喜欢你们了。那就算他是高高在上的金圈太子爷又怎么样？你们见面不过7日，他怎么能比得过你跟我们朝夕相处20年？没错，云舒，你千万不要被他蒙蔽了，才7天而已。这个男人所表现出来的感情都是廉价的，是虚伪的。虚伪的是你们，他的感情比你们真诚。不可能，他在撒谎。果然，虚伪的人看什么都虚伪。20年前，谢晋他对我一见钟情后，就找了我10年，为了不破坏我的幸福，却等了我10年，直到看到我对你们心灰意冷后，他才站到我的面前，说出他对我的真心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？你还记得20年前你救了那个小乞丐吗？如果当时不是你给我一口吃的，我早就沦落街头了。20年前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就是说，如果顾大小姐真的嫁给他们7个中的1个，那谢少啊也只会是默默守候。偏偏呢，他们自己作死，非要践踏顾大小姐的真心。是我也嫌谢少一个人加起来，不如谢少一人亲生。就是啊，现在追妻有什么用？以前不珍惜，现在知道急了。完了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是啊，云舒，我们也是真心喜欢你的。原来我对你们掏心掏肺，只是渴望你们能对我有一丝好感，却换来的是冷漠、轻视和伤害。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，
但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真正爱你的人一定会让你感受到爱，而你们所谓的真心，狗都不要。你们还是回去找你们的江笑笑吧，不要再来破坏我的幸福。月叔，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，你别生气了，你不要用这种方式惩罚我们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不应该那样对你。求求你回来吧，我们保证，以后我们都听你的，你让我们做什么，我们7个都答应。以后，我们没有以后了。有，一定有的。我答应你，我这辈子不会再看别的女人一眼。我就鬼迷心窍这么一次，就这么一次。没错，是江笑笑诡计多端，她靠着和我们一样的身世，博取我们的同情，欺骗了我们，故意勾引我们。我保证，她会为她曾经对你所做的伤害和诬陷付出100倍的代价。我恨的从来都不是江笑笑，是你们。不要以为你们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江笑笑头上，就是无辜的。背叛真心的人是你们，伤害我的人也是你们。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让我们回到过去，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早在你们对江笑笑偏听偏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彻底回不去了。难道你就不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？我不相信我们20年的感情说断就断。你们几个口口声声说要陪我一辈子，保护我一辈子，可是后来呢？所有的大风大浪都是你们给。程轩，你说你要当我一辈子的家人，我问你，家人就是当面排挤我，背地里嫌弃我，甚至取笑我的真心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陆潇，你说让我等着你长大，等你成为真正的男子汉，就会用你的拳头来保护我。可我等来的却是你为了江笑笑一次又一次的将我推开。你长大后的拳头，带给我的只有数不尽的伤害。该死，我不是个东西。沈启年，曾经你亲口告诉我要娶我，结果跪在江笑笑面前发誓的是你，将我母亲遗物视无粪土的是你，亲手割断我马灯的还是你。他都知道了，全都知道了。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那样对你的。是我们没有做到对你的承诺，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月叔，再给我们一次赎罪的机会好不好？我们只是一时糊涂，忘了来时的路。你看，我们曾经这么相爱的，你好好看着。不要！原谅你们，就是欺负曾经的自己。凡是有因才有果，放弃这段感情的人，明明就是你们。不要！月叔，对不起。真的是我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彻底被江校长蒙骗了。蒙骗？你那么聪明的人，怎么会被轻易的蒙骗呢？你只是心甘情愿的被利用罢了。你们都是……不是的，我爱的从始至终都是你，只是因为3年前江笑笑救过我，所以我才错把恩情当成了爱情。你说他救过你的命，那我问你，他什么时候救过你的命？ 3年前我们一起去露营，是笑笑冒死把我从火场救了出来。
而你却逃跑，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冷落你。如果我告诉你，3年前从火场把你救出来的那个人是我呢？什么？如果我告诉你，3年前从火场把你救出来的那个人是我呢？什么？这个伤疤就是3年前从火场救你那次留下的。因为当初在火场救你，重伤重病1个多月，你们没有一个人过来看过我。江笑笑骗我们，说你是因为害怕，所以出国散心了。所以他给我们看的你的旅行照都是 P 图。后来我私底下问过江笑笑为什么，他说你们不来看我是因为你们早就腻了，尤其是你，不喜欢身上有伤疤的女人。从那以后，我一次露背的衣服都没在你们面前穿过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连顾老爷子也要瞒着呢？因为那次露营，你们为了讨江笑笑欢心，特地跑去了禁区。而那次火灾，也是因为你们不守规则，强行陪江笑笑放烟花导致的。为了不让你们挨骂，我怎么敢让我爸爸知道？原来我错把笑笑当成了救命恩人，却彻底伤害了真正爱我的人。纪言哥，云舒，原来我自始至终爱的都是你一个人。你曾经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火场救出，又爱了我20多年。我相信这一次你能原谅我一次，对不对？云舒，求求你原谅我们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好不好？沈启年，还有你们，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和你们共度一生，可我的心早就被伤得千疮百孔。这3年，我都是数着你们过去的好熬过来的，我拼尽一切力气想挽回你们，可你们却离开的头也不回。我的心告诉我，他真的累了，和你们的感情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不后悔，你们也向前看吧。不要，我不要向前看。这个戒指是我早就给你准备好，它从始至终都属于你一个人。戒指我已经有，戴上它，我就会戴一辈子，不会再摘下。手指那么多，多一个没关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合适的，你的尺码明明我记得很清楚的。死心吧，不要再勉强了。时间永远不是丈量感情的标准。即使我们已经相处了20年，但你从来都没有了解过我，从来都没有真正爱过我。往事难追，未来可期，我们各自安好吧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不要！开门！开门！我求求你们开门！顾云舒，你不能嫁给他！顾云舒，顾云舒，顾云舒！
够了，老爷子，我错了。老爷子，我们只是被江小小蒙蔽了双眼，不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我们不求任何回报，只求您能给我们一个报恩的机会，也能看见云舒的机会。你们表面上对我女儿言听计从，可背地里却嘲笑她、讥讽她，两面三刀。我对你们真的是太失望了。从我收养你们的那天开始，对你们的要求就是全心全意的爱我女儿，可你们呢，却连这最基本的要求也没有做到。老爷子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被亲生父母抛弃，是您收留了我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，我却连您唯一的要求都没有做到，我不配再留在顾家。老爷子，我对不起您，我忘恩负义，我不是个东西。以后余生赚的每一笔钱，都用来偿还您的恩情。他们都走了，你也走吧。我不走，我爱云舒，我只要她。这20年，云舒喜欢的一直是你，所以他对你有多心死，才会放下你，嫁给别人。放手吧，我了解我女儿，她不会回头了。我绝不放弃。也是，给我一个东西，我有饭可以吃。陈启年，你为什么还不肯走？我们顾家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，请你立刻离开，不要再来骚扰我女儿。放心，我很快就会离开的。我只想单独跟云舒说几句话，说完之后，我立刻就会离开。沈几年，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说。1个小时。哦不，10分钟，就10分钟的时间。你陪我10分钟，然后我就彻底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好不好？我1分钟都不会给你。云舒，既然你这么绝情，那就别怪我。沈几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只想要10分钟的时间跟云舒好好告个别。云舒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这个疯子，都往自己身上绑炸弹，我怎么可能让我女儿靠近你啊？我只好引爆炸弹，让命停止！我跟你去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云舒，你不能去。让我跟他过去。如果他引爆炸弹，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我不想连累大家跟我一起丧命，我也不想死。我答应你们，一定会活着回来的。你想带我去哪里？沈几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他欠你的，先让他还你。没必要了，我们早就互不相欠了。我希望我们好聚好散，给彼此留点体面。云舒，你放心，
我不会再纠缠你的。我只是想，最后再跟你说几句话。你想说什么？从我出生开始，我就没见过我的父母。后来，是你来了孤儿院，把我带回了家，跟顾老爷子一样，把我像亲人一样对待。如果没有江笑笑，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没有如果。你有没有听说过平行时空理论？或许，在另一个时空里，我们没有江笑笑这个阻碍，你会成为我唯一的救赎，而我也会把你当成全世界一样的爱。云舒，我真的是爱你的。你有爱过我吗？爱过。我曾经也把你当过我的全世界。被你爱过，真的很荣幸。只可惜，我醒悟得太晚，错过了你。如果有来生，如果还有机会，我希望我还能跟你相爱。沈殿，你要干什么？以后不要为我难过，也不要流泪，我不值得。云舒，你别怕，这辈子他再也不会让你不开心。沈姐姐，云舒，下辈子换我来爱你。秦哥，秦哥，别看，有我在，别怕。秦岩哥，以前你活着的时候，我嫉妒你，现在反而我理解你了。穷尽一生，能够找到一个可以相守一生的人，不容易。现在云舒有了宝宝了，她过得很幸福。你就安息吧。我们都有过机会，能和顾云舒厮守。可我们都错过了。启年哥，我们地狱见。启年哥哥说，向日葵的花语是永远忠诚与热爱。